天天来了，天天又来了。博君一笑的一大亮点就是真的很好嗑。太监4周年虽然过去没几天，依然感觉就像昨天一样。我永远记得那年夏天，那群女孩对博萧的执念，像风一样吹过夏末初秋，将红蓝交错的灯光海洋刻在了心底的四季。夏风未至，秋波犹存。甜甜记得刚得知会有泰国见面会的时候，无数人为之激动。在泰国，那里的感情热烈而纯粹，那些相伴的岁月无需遮遮掩掩。那一次，巴莎实时跟进他们的消息。我们虽然不能去，心却已经飞去了曼谷，和众多泰国粉丝一样，欣喜又激动。甜甜记得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在猜测，他们到了曼谷吗？有没有双人机场？因为时间有些许不同，很多姐妹熬夜通宵，只为得知他们的消息。那天战歌的倾城一笑上了热搜，然后他笑着说着，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王一博。他给怕黑的一博伸大拇指以示鼓励，他会时不时偏头去看一博反应。和你在一起。虽然巴莎后来撤回了那句文案，但甜甜还是记得，更记得巴莎在9点5日那天发了一个生日蛋糕。他记得我们的节日太监纪时，更像是给我们圆了一个梦，或许也是给他们圆了一个梦。当甜甜如今再去翻看那些消息的时候，那年往事一一在眼前浮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最美的夏天。红绿的绚烂灯光交错，他们站在万千人群中央相视一笑，万千人的欢呼并不重要，他们只看向对方的眼底。战歌小心腰，他是真的关心；离别，他是真的不舍。礼花纷纷落下，他们在人群中谢幕，一个眼含热泪，满脸委屈不舍，久久地凝视着另一个人，画面普通静止一般。一个抿紧嘴唇，手指慌乱地搅动着话筒，匆匆看了一眼小朋友，又匆匆撇开头，眨着眼不让眼泪落下。梦终究是要醒的，演唱会也终究会结束的，但那年的真情实感会永远存封在甜甜的心底。不管过去多少年，当想起时，仍像当初一样激动。甜甜永远热爱那年夏天，甜甜永远记得那年夏天。无论时间过去过久，无论中途又会遇见什么，只要想起夏天的时候，甜甜就会想起他们。博萧是一场来日方长的旅行，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2019年是最好的一年，那一年他们相遇相知，一部《陈情令》有了我们的博君一笑。主演肖战、王一博从默默无名的小生跻身顶流，流量热度居高不下，此剧热度也一直活跃在腾讯视频推荐剧集中，更使中国古风文化在掀起高潮。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下吧。《陈情令》电视剧讲述了一个以魏无羡和蓝忘机为主角的故事。16年前，天下五分，姑苏蓝氏、云梦江氏、清河聂氏、岐山温氏和兰陵金氏共治天下。魏无羡为江氏故人之子，被江家收留，是极负盛名的世家公子，和姑苏蓝家二公子蓝忘机为知己。一次偶然的机会，二人发现了蓝氏一直以来守护的秘密，二人继承遗志，为苍生消除隐患。但没想到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温氏家主温若寒，众家不堪其辱，合力讨伐温氏。温氏覆灭后，魏无羡却为保护温氏无辜之人，不惜与众家对立，最终被奸人所害，酿成大祸，误害师姐江厌离，自己也不知所踪。魏无羡是个性鲜明，恩怨分明，是非分明，人生定位鲜明，活得通透而无愧于心的人，不因出身而妄自菲薄，不因困难重重、生死考验而停步止戈，潇洒不羁，快乐自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所不为方可有为。不献媚，不世故，不为人言，不趋炎附势，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敢于创新，打破世俗常规，是个不可多得的修真奇才。在乱葬岗遭遇穷途末路、暗无天日的人生低谷，依然可以绝处逢生，逆风翻盘，并开创出玄门百家想都不敢想的第4条路轨道，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我行我主，生死由己不由天，打破了唯有剑道才是正统的传统修真文化，成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夷陵老祖。在生死轮回面前，谁会不惧生死？谁又不想活着？但是在善恶与良心面前，又有多少人能真的不惧世俗，不畏人言？但魏无羡却做到了。玄门百家眼中的温氏余孽，却是与自己有重生再造之恩的人，即使与天下为敌，也不忘最难能可贵的良心二字，无不展现了魏无羡的大格局。这也注定他可以在承受世人唾骂、人人喊打喊杀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涅槃重生，依然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操盘手。雅正端方，至理名仪，世家楷模，低调内敛，心思缜密，洞若观火，外冷内热，强势温柔。
妙远若镜，做事稳妥，必要时又能忘却生死，却总能与人安心。少时与魏无羡于云深不知处的围墙处结识，对于魏无羡很是欣赏，他行侠仗义，逢乱必出，有位居贤督之才能，是一位优秀而独立的人物。扶苏蓝氏二公子与其兄蓝曦臣并称为蓝氏双璧。在世家前往蓝氏听学时，魏无羡屡破蓝氏规定，蓝忘机对魏无羡并无好感。在经历各种事件后，蓝忘机对魏无羡改观，在黑白对错的思考上有了成长。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我非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这是魏无羡在乱葬岗送别蓝忘机后说出的一句话。这时的魏无羡经历了云梦被灭、金丹被刨、仙门世家不容他，只能自己躲到夷陵乱葬岗等一系列的事情。但是他仍然践行着当初锄奸扶弱、无愧于心这句话，不管正道如何宽阔明亮，世人如何看待，就算是自己独自走旁门左道，也绝不回头。这句话说出了他当时的心声，让蓝忘机不必劝他，他有就算撞到南墙也绝不回头的决心。而饰演魏无羡的演员肖战本人也在采访中提到，称自己最喜欢的台词就是这一句：不管这世间纷扰如何，世间的看法是怎么样，对我的看法，对我的理解是怎么样，我就要走我觉得正确的道路。是非在即，毁于由人，得失不论，是魏无羡在人生最难熬的时期说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想要能够对抗外界的非议，个人拥有思考力和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和干扰，只有自己拥有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才能够在是是非非中跳脱出来，才能保持内心的初衷。对于魏无羡来说，他衡量好坏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怎么样的，是非自有定数，而不是说通过一些硬性的标准禁锢住自己。例如说温家，虽然温宁、温情姐弟是温家人，但是他们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还治病救人，所以说按照温家人的处理方式来处理他们是不妥当的。而对于那些残害无辜之人的人，人人得而诛之。魏无羡从来没有被世人所左右，就算为此自己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因为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清晰的判断力，所以才能够在这些纷纷扰扰的声音中保持自我，做好自我。敢问叔父，孰正孰邪，孰黑孰白？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黑，什么是白？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这是一直作为蓝老先生得意弟子，世人眼中则是明珠的韩光君第一次顶撞他叔父。在魏婴身死蓝忘机被罚解鞭33下时，蓝忘机第一次对他这么多年所遵循的正道产生了怀疑。其实这是魏无羡曾经问蓝忘机的问题，而当蓝忘机在宁愿挨罚也不肯认错时，他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可是他想要守护的终究是没有守住。问灵13载，等一步归人，这是蓝忘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所不为，方有可为。魏婴将此家训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魏婴许诺，愿魏无羡能锄奸扶弱，无愧于心。魏婴便是知何为不为，何为有所为，何为不可为而要为之。如你所说，侠之大者，不是必要有大局观。魏无羡许愿一生锄强扶弱。在看到温氏无辜族人被欺凌之时，他问：究竟孰强孰弱，孰正孰邪？尽管是成为人人喊打的夷陵老祖，他也坚持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魏无羡是真的将姜氏家训诠释得淋漓尽致。你说你仰慕我，为什么你仰慕我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你，而我一人人喊打，你却跳出来摇旗呐喊？血洗不夜天是《陈情令》这部剧情的高潮点，也是那些正人君子的家族权势撕破脸皮展现原貌的重要内容。大型双标场景就是这样。根据这些对小人物的生动描绘，意味着高光不属于姚宗主。其实有时候世人只不过需要一个借口而已，或者说一个靶子，一个人人喊打的靶子，有了我，他们就能同仇敌忾，就可以自命不凡。一个好人可以被舆论置于死地，普通人太容易跟风，局势向着哪里，嘴巴就向着哪里。他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谁是赢家。一部剧的演绎让我们从此多了一对磕的 CP， 博君一笑，也满足了我们对剧情的幻想。他们就是我心中的魏无羡和蓝忘机。一个人成年的标志是什么？是你看清生活的真实面貌，就是由种种压力和麻烦构成的时候，是你必须独自撑起生活，不敢辞职，不敢生病，甚至无处诉苦，因为没有人在为你拖地的时候。压力、沮丧、孤单构成多数成年人的生活图鉴。
最近甜甜在追热播剧，回忆年少时看到的是风花雪月、快意恩仇，现在却在这部剧描绘的江湖群像背后，看到少年们步入成人世界的残酷与无奈，人世的无常与艰辛。陈情令当然是属于少年的，那些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大气磅礴的江湖侠影，白衣翩翩的俊美少年，宛如仙境般的水墨江南。小展饰演的魏无羡，常常让甜甜想起杨过。同样的身世惨淡，在父亲缺席的世界，如何完成自我确认与成长，挺身对抗孤独、误解和现实人生中种种困境与束缚。魏无羡在云梦江市长大，和江夜里江城情同手足，性格中有自由随性、放浪形骸、邪魅倦狂的一面。然而他没有力气，那一份活泼与妖娆里，底色是暖的。前8集美好的像世外桃源，那是少年们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了。4大仙门去往姑苏蓝氏听学，魏无羡也得以遇到人生知己蓝忘机。蓝氏所在地叫云深不知处，听起来浪漫而神秘，实则礼仪繁复，规矩森严。身为二公子的蓝忘机，在这样的家教与规训中，自然也是不苟言笑，有着不近人情的刻板。蓝忘机的设定里特别好笑的是，他有个禁言法术。第一次见面，魏无羡一行忘了带拜帖，不得入内。心思活络的魏无羡就说了一箩筐好话，祈求蓝忘机可以通融放行。结果蓝公子不仅秉公办事，还嫌他话太多，直接禁言，让魏无羡几个时辰内不能讲话。在云深不知处听学的几集里，这样的有趣桥段还很多。比如魏无羡偷偷翻墙进去，还放肆的喝酒，刚好撞见一脸冷漠的蓝忘机，两个人在屋顶打了一架。玩世不恭的魏无羡不仅大闹学堂，还在蓝氏后山养兔子、抓鱼，不顾禁令大肆喝酒嬉戏。循规蹈矩的蓝忘机刚开始对他讨厌无奈，后来却渐渐理解以及感染。少年人的世界多么轻盈浪漫啊，仿佛世界是个游乐场，你无需承担真正的责任，有大把的光阴过着悠悠自在的日子。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个人从相遇到成为知己的过程，虽然充满误会和嫌隙，彼此有很多笑点和泪点齐飞的桥段，但总体上是轻松的、无忧无虑的。可人生最无常和吊诡之处就在于此，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如果没有那一场变故，这些翩翩少年可能会永远生活在诗意童话里。一场劫难源于暴力，暴力则源于心中的权力欲望。阴铁是权力争夺的核心，也是欲望的交织点。100年前大战，威能巨大而危害人间的阴铁一分为4，其中一块便镇压在姑苏蓝氏世代守护的云深不知处寒潭中。100年后，诛仙门世家前往蓝氏听学，学习礼仪教化，暗中收集阴铁碎片的温氏却借机寻找阴铁下落。阴铁重出江湖，在温氏心狠手辣的大洗涤之后，云深不知处被烧成了灰烬，家园被毁，亲人流离，蓝忘机也被打断了一条腿。仿佛一夜之间，命运把所有的不幸都加诸于这个少年，他该如何迎头接下这变故？与此同时，魏无羡生活的莲花坞更是惨遭血洗。14集的最后，受伤的魏无羡回到莲花坞，镜头跟随着他穿过开满荷花的长长的回廊，那一刻他跟江澄嬉笑怒骂着，他还不知道这所有的岁月静好都将一去不返。甜甜印象最深的一幕，江夫人已经预感到在劫难逃，她强行把魏无羡和江澄绑在一起，扔到一只小船上，送他们离开。江边的诀别是一个母亲深入骨髓的舐犊之情吧，她不能把话讲明，可是那个孤单寥落的身影和近乎疯狂哀求般的命令，早已经出卖了所有秘密。父母最伟大的爱，最终保全了3个孩子。可是当他们再回到莲花坞的时候，物非人非，满门被灭，毫无人性的杀戮就在眼前进行。亲眼目睹江宗主和江夫人十指相扣地倒在血泊里，悲痛已经无法形容。失去了亲人和家人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吧。一夜长大，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残酷，没有道理，也没有商量和解释的余地。因此，剥去江湖武侠世界的层层外壳，这部剧传递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才是最打动我的部分。命运无常，世事易变，少年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是被命运洪流推进春雷滚滚，人世浩瀚。成长的阵痛，蜕变的勇敢，还有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暖义气，以及谁也无法逃脱的现实责任。陈情令再到20集，剧情的发展越来越扣人心弦。天天在想，为什么这部剧能够在感情层面如此打动人心？
可能正因为它承载的精神内核和人物的情感逻辑与现实人生里的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天天感受到了共情。谁不曾是翩翩少年，身着白衣，眼眸闪亮，然后遇神遇佛，与真实生活短兵交接，迎头扎进命运无常。被迫长大的人都是孤独的，这孤独不是没有同类，而是你知道这世俗红尘里谁不是磨尽棱角，负重前行，坦然接受风雨兼程的前路。洒脱不羁又侠义风范的魏无羡固然讨喜，但这部剧里我更能在情感含蓄、看似高冷的蓝忘机身上找到共鸣。蓝忘机成长在严于律己的生活环境，他绝对优秀，有着洞察是非的能力，却也常常自我压抑，承受着无法表达、无从被理解的痛苦。比如他对规矩绝对服从，对人却是极度冷漠。在和同伴们在彩衣镇成功的破除水怪之后，大家都开心的喝酒庆祝，只有蓝忘机不喝，还主动领罚。魏无羡在船上扔给他一个琵琶，蓝忘机也是毫不犹豫的扔回去。后来被温晁打伤了腿，蓝忘机就拖着伤腿艰难的行走。魏无羡担心他，提出来要背他，却只得到2个字冷冷的回应：无聊。蓝忘机活得太紧了。这样的人看似高高在上，其实高傲与冷漠是他的面具，面具之下是一颗无比孤独的心，就像深海中的孤岛，渴望着与另一片岛屿的连接。然而蓝是双臂之一的光环，却让他连被看见与理解的资格都没有。年少时的他便如同成人世界里早熟的孩子，看清了规则才发现早已经丧失了表达的契机。魏无羡的出现之于蓝忘机，恰似是冰山融化的解药。2个人抱着一生锄奸扶弱、无愧于心的初心成为知己。可最新的剧情里，魏无羡虽然习得了魔道，大快人心的复仇，也与蓝忘机意外重逢，2个人却因为魏无羡弃了修习邪道发生争执。蓝忘机希望他跟着知己回姑苏，魏无羡却恼羞成怒。侠气少年降临残酷的成人世界，最好看的部分当然是他们如何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江湖里不忘初心、守望相助，闯出辽阔的新天新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就像现实人生里的我们，虽然亲自尝过了人世艰辛，偶尔也会沮丧和失望，但那些杀不死你的，最终会使你更强大。在生活这个大 boss 面前，我们都只能承担责任，接受无常，然后召唤内心所有的力量去拼去闯。这也是《陈情令》最动人之处，每个平凡的年轻人都会在这部剧里看见自己的江湖与道场，那些艰辛和成长，还有孤独和光芒。好啦，就是这样。天天对博君一笑的喜爱的开端，过程就像剧中的那样。年少时的我们愿意相信美好的一切，成年后的我们努力维持着我们所相信的美好的一切。喜爱的宝子们，欢迎订阅、关注、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了。